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公司销冠，一人养全公司的那种。结果今天刚进公司就被开了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HR 偷偷告诉我，我得罪了老板娘的表弟，我反手对他对面开了一家新公司。3个月后，他坐在我对面痛哭流涕，求我高抬贵手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HR 将离职报告给我的时候，我震惊了。开除我还不想给赔偿，老板快要破产了吧？这个我不会签的，我是公司销冠啊，居然开了我，有没有天理？梁元，这是老板娘的意思。说完，他看看外面，见四下里没人，这才压低声音跟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们组的那个陈斌，他是老板娘的表弟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原来是这样。那个陈斌来公司3个月，一单没开，每天迟到早退。520那天，他拿着不知道从捡来的一支玫瑰花跟我表白，笑死！我直接拒绝他。结果他恼羞成怒，说要让我在公司待不下去，搞了半天是关系户啊。HR 拍拍我，这次别说我没提醒你，跟他们对着干，你占不到便宜，我就不信了。我把离职报告重新拿回来，好，我签，转告他们，3个月内整不死他们算我输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交接好了之后，将我的个人物品都收起来。正要走，老板娘出来了。梁元，等等，公司物品你不能带走。我被气笑了，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谁知道你有没有夹带？陈斌，你去检查一下。我那个火大，还没等他靠近，一股脑把箱子里的东西全倒了，哗啦一声巨响，洒了一地。我的杯子还有键盘啥的，丢了踩烂了，我都不会给他们用。老板娘吓了一跳，你发什么疯？这些垃圾就留给你们这家垃圾公司吧。同事们都愣住了。陈斌怒了，梁元，你拽什么？老板娘要你这些垃圾，我们要的是你那些客户，把 VIP 客户名单还有联系方式全部都交出来，以后你的单子我们接收。梁总那边你别妄想插手，感情在这等着我呢。我之所以能做到销冠，就是因为背后有靠山。梁总他是我亲爸，想要客户名单是吧？我给，交接表里都有，你自己看吧。我毫不犹豫离开，出了公司门，看见对面空出来的半层，我拨通了一个电话：老梁，我不干了，我要自己开公司。老梁是我爸，一听我这么说，立马拍板：你早说啊，回来公司我这位置让你坐。不用了，科技大厦16楼半边归我。老梁一听顿时愣住了，怎么的？你要跟袁东家对着干？他们让我不痛快了，让我闺女不痛快，弄死他们。老梁动作很快，立马让人帮我装修，又把科技大厦这边的物业都交给我，还派了几个人帮我。我麻溜联系以前的老客户，约他们打高尔夫，这些都是我们家多年的合作伙伴，不是看我爸面子，他们也不可能跟原公司合作的。现在我自立门户，他们当然选择支持我。刚到高尔夫球场，就看见老板娘跟在其中一个客户身边，满脸讨好。见了我，她立马脸色一沉：梁元，你怎么在这？小姑娘本事挺高，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，来这里当球童吗？不等我开口，她又自顾自说着：现在工作不好找，有些年轻人就想走捷径，这个高尔夫球场也不是那么好进的。梁元，别仗着自己好看就为所欲为。我笑笑，我就是年轻漂亮啊，爹妈给的脸，没办法。说着，我朝着那几个客户点了点头，打了声招呼，他顿时破防。怪不得看不上我表弟，原来是看上了这里的大客户。
听见这话，周围几个客户看他的眼神突变，他们又看着我，一脸惊愕，似乎在说：这女的谁？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要知道，老梁在他们一群人眼中都是老大。老梁的闺女，也就是我小梁，也是未来企业的接班人。现在被个老女人这样羞辱，他们顿时震惊不已。而我则笑了笑：是啊，这里的每位总都比你表弟有钱，而且人家出手阔绰，不像你表弟从垃圾桶里捡来个玫瑰花就想跟我表白，笑死！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，配得上我？这话一出，顿时他气急败坏，刚要过来跟我唠唠，就被人拦住了。行了，都是过来玩的，别在这置气。说完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是在说：姑奶奶求你别在这动手，不然的话他们还得拦着。我当然明白了。老板娘看在他们的面子上，冲着我得意一笑，转头又去讨好大佬去了。我在一旁看着，顿时笑了起来。就听见他说：其实梁总那边我们一直都联系呢，只是总约不上，也不知道谁在背后使坏，麻烦吴总您能够帮着说和说和，到时候我们要是成了，也能给您一点好处不是？闻言，吴总扭头看了我一眼，顿时他又不乐意了，矫揉造作，居然学人家20多岁的年轻女孩扭动身体，一脸娇媚撒娇。吴总，你就帮帮人家吧。说完又对着我：梁远，你能不能走远点？你在这不会是偷听什么机密吧？我不由得嗤之以鼻。那我走远点，免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说着，我起身就去打球。身后的人看见我起来了，也连忙跟着一起走。老板娘一见，顿时急了，连忙冲上去。吴总回头对着他我说：林太太，我们谁也不会帮你的，你们家得罪人了，知道吧？林太太顿时愣住了。得罪人？得罪谁？您跟我说说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正主在这都不知道得罪了谁，活该公司开不下去了。我走了，那些总也都跟着我走。林太太在后面气得跳脚，却也没用。旁边吴总赶了上来，跟他有仇，我在他公司被他开了。闻言，吴总顿时瞪大了眼睛，我靠，这么不开眼，把你给开了？我耸耸肩，表示十分无奈。吴总他们一时间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梁远，你点真背，打球吧。我白了他一眼。那边林太太还想过来，却被保镖拖走了，气得他顿时跳脚，但是又碍于这些老总他得罪不起，因此只能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表示十分无奈，自己没用，怪我了。我耸耸肩，今天过来除了打球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抢客户。眼下我把自己做好的方案递了过去，趁着他们休息，我摊牌了，自己开公司。几位老总都表示会全力支持我。我之前做销冠的时候，虽说有老梁在后面帮我保驾护航，但是我自己也是有实力的，不然怎么可能敢单干？谈妥了几个订单，我把合同都拿出来了，公司是现成的，老梁已经帮我注册好了，我只是过来负责和他们叙叙旧而已。至于剩下的，自然有人帮我完成。销冠的养成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够林太太他们学的了。结束之后，我又和吴总他们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，这才拎着包一块回去，先得把这合同给落实了再说。我刚刚到了门口，就看见林太太对着电话里大吼大叫，他们都说咱们得罪了人，你到底怎么得罪了梁总？赶紧想想。挂上电话，他扭头就看见我，顿时牙眦欲裂，踩着高跟鞋就冲着我走了过来。梁远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点点头，直接承认了，是我干的。怎么了？
你真小气，好歹也是原来的东家，你离职了就在背后捅刀子。梁元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恶心？我差点笑出声来。林太太，你失忆了吧？我是怎么离开公司的，你心里有数。现在别说是单子里面的这些客户，你一个都拿不到，有我在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挣到钱。我冲他挑衅一笑，他气得跳脚，上来就要抓我，被我捏住了手指，顿时疼得哇大叫。我猛然间松开，他踉跄着后退了2步，踩在石子上，扑通一声跌落在地上，疼得他脸都白了。这时吴总他们刚好走过来，林太太见状立马演了起来：吴总，你可要帮帮我啊！吴总一看这架势，一愣神，怎么回事？人来人往的这么多人，除了吴总一行人以外，还有几家公司代表也过来了，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看着林太太这副模样，立马就要过来扶她。林太太却无意，直接指着我：你过来扶我，是你推的我。我双手环抱，居高临下看着他：我不服。你说什么？你把我推倒了，你不服？这是你自找的。林太太，人要有自知之明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赶紧收拾收拾离开。闻言，他顿时愣住了。你，好了好了，别在这废话了，大家都挺忙的，一会儿我们约好去吃饭呢。我有些不耐烦了。这时身后传来声音：小姑娘，你太欺负人了吧。闻言，我立马回头，就看见一个瘦削的男人走了过来。林太太见状，顿时有了主心骨，连忙拉住了他的衣角。冯总，冯成直接将他拉起来，那只手扶在他的腰间摩挲着。看见这老色批的小动作，我不由得嗤之以鼻，真是哪热闹哪有他。小姑娘，道个歉，这事就算了。不行，林太太不乐意，我要让他给我把鞋擦干净，另外跪下道歉，抢了我们公司的客户，还背刺老东家。梁元，你别想在这混下去。看见他脚上那双3000块的鞋，我笑了起来，反手就是一巴掌。林太太懵了，冯成也傻眼了。你，他突然反应过来，抬手就要给林太太出气。小丫头，今天我教你做人。他一手擒住我的手腕，另外一只手就要打过来。吴总他们刚要上前阻止，就看见我一个过肩摔，直接将冯成摔在地上，痛得他一声闷哼，差点晕过去。而林太太在一旁惊得目瞪口呆，后退了2步。你打了他，就不能再打我了。我拍了拍手，看着地上的人，不屑一顾。冯成，就你这鸡子一样的身材也敢动我？我踢了他一脚，抬头对着吴总：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们见笑了。没事，梁小姐真厉害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吴总立马竖起了大拇指，其他人也是一样，一顿夸赞。冯成站起来之后，气急败坏：你们瞎了眼，没看见他打我吗？还表扬他，要不要颁发证书给他？吴总在旁边嘲讽：你一个大男人被一个小姑娘扔在地上，还好意思说？我们可都是看到了，是你先动手的，人家只是正当防卫。就是冯总跟个小姑娘计较，太掉价了。冯成被他们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可眼下他觉得有些不太对劲，因为这帮人全部都向着我。他想了想，顿时脸色有些变化，拉着吴总低声问道：这丫头什么来头？吴总笑笑在他耳边轻语几句，他看着我的眼神都变了。梁小姐真是好力气好手段，佩服佩服。突如其来的改变让林太太顿时一惊，你们干嘛对她那么客气？冯成怒道：瞎了你的狗眼，得罪了梁小姐，真是晦气。冯总对着我歉意的笑笑，这就忙不迭跑开了。而我耸耸肩看着林太太，怎么还想让我擦鞋吗？你别过来啊！没人撑腰。
林太太吓坏了，我也不想脏了我的手。行，回去告诉姓林的，等着，3个月内我必定会让你们破产。说完，我带着吴总他们扬长而去。林太太在后面火冒三丈，却又拿我没有办法，和吴总他们应酬到大半夜。第2天，我精神抖擞，来到了公司16楼，门口已经放了不少花篮。直到今天公司开业，吴总他们特地送上了花篮过来，而我则笑眯眯地站在门口，冲着对面的同事们招了招手。大家顿时吃惊不已，连忙迎了上来。梁远，你在这儿？你这么快就入职新公司了？而且这家公司是才开的，靠谱吗？我拍拍胸脯，靠谱，如假包换。如果你们想跳槽，随时欢迎。这时林太太过来了，看到我时她不由得吃了一惊，随后嗤笑一声，我还当你有什么本事，昨天那么嚣张，今天跑过来当看门狗。林太太，不会说话就别说话，估摸着你今天来也没啥事干吧，毕竟公司的单子都已经走了大半了，梁总也不愿意见你们，不是吗？这话一说，顿时刺激得他脸都涨红了，他紧紧捏着拳头。陈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上下打量着我。梁远，我怎么没发现你越来越好看了？看来咱这公司确实养人。他又看看我四周，见公司里面窗明几净的，于是不要脸道：跟你们老板说一声，把我也招进来。我的要求不多，1个月工资给我5000块，早9晚5，平时不要加班，周6周日双休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不由得惊呆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？我都没有这个待遇，你也想要？你算老几？我算你家属？他不请自来，还舔着脸跟我开玩笑，我可不客气，直接将他的手反扭在身后。陈斌顿时痛得大叫起来，别碰我，别碰我啊！我冷哼一声，陈斌，我警告过你，以后见了我给我夹起尾巴做人，我可不想在这跟你啰嗦。我猛地将他推到了一边。林太太见状是彻彻底底怕了我了，好半天才从嘴里吐出了一个词来：野蛮。我笑了起来，一会儿还有更野蛮的，你们等着。我转身进去翻看了一下，是整栋物业的租期，发现林太太他们公司这个月费用就到期了。我直接让助理通知他们不续租，如果想要谈的话，让林总亲自来跟我谈。助理立马就去办了。很快，对面公司就传来了林太太歇斯底里的叫喊声。为什么？而助理只是在电话里转达了我的意思，他顿时就站不住脚了。听闻还要跟林总亲自谈，林太太彻底不淡定了。又是哪个妖艳贱货想要见我家林总？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助理没说话，只是转了物业的话，物业公司直接跟他联系，要求他本月清场退出。林太太这才相信我们是玩真的，当即坐不住了，立马就给林老板打了一通电话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大腹便便的林老板匆匆赶过来，看到他劈头盖脸就是一句：你怎么什么事都干不好？要你有什么用？他顿时委屈起来。我隔着窗户玻璃看着他一把年纪了，还依偎在林老板的怀里，委屈的都快要哭了。我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助理在一旁说：您大白天的就这样对着玻璃窗看戏合适吗？对面都能看到你。我不以为然，看到就看到，她现在眼睛里满满的全都是她老公，哪里还能有我？果不其然，林太太依偎在她的怀里直接进去了，我看不到，顿时觉得有些无趣。等到回来以后，助理才告诉我，林老板那边已经决定了，他要跟我面谈。我敲了敲桌子，让他过来。林太太顿时傻了眼，你进去干什么？梁远就在这里。
你该不会是舍不得他，还要把他请回来吧？你瞎说些什么？林老板满脸不爽。我是过来谈房租的。房租？林太太连忙跟了上去。房租怎么可能在这里谈？她根本不信。这时助理将他们引到了会议室。没过一会儿，我走了进去。林老板见到我，顿时一愣。林太太更是不可思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梁远，你真是阴魂不散。”我坐下来沉声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谈正事。如果不想谈，可以出去了。”林太太不屑：“小姑娘家的年纪不大，心眼倒不少，你是不知道。”她拉着林老板，当面就开始使劲数落我，说我什么不识抬举，又说我野蛮粗鲁没文化，还说我年纪轻轻的就想走捷径。听见他在一旁诋毁我，我并没有说话，而是啪的一声将合同递了过去。16层 B 座，从下个月开始，如果续约，房租上涨3个百分点，现在每个月是20万，涨到27万。你说什么？他一下子跳了起来。涨到27万？为什么？林老板拿过了租房协议，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林太太随后不服气：“梁远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大楼又不是你的，你跟我谈什么房租？老公，你是不是傻？跟他有什么好谈的？”林老板这才想起来：“你什么身份跟我对话？让你们老板过来。”他在会议室里大喊大叫的。助理进来了：“梁总，有什么吩咐？”梁总，林老板大笑起来：“别以为你雇几个人就能骗到我。梁远，我知道你不服气，只是这年头骗子不好当，还是多学学吧。”林左彪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如果不续，月底前搬走。沈秘书，盯着点。是。梁总。我的态度让林左彪愣住了，他翻开合同仔细看了一遍，当看见合同上甲方的名字写的是我梁远时，他顿时一脸吃惊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又看看合同，反复确认一番，瘫坐在椅子上。你是续不续约？林左彪顿时愣住了，他头冒冷汗，小声跟我商量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林太太在一旁不明就里：“你跟他说得着吗？不过就是个小喽啰。”林左彪顿时怒了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我笑了笑，这个不太好商量的，毕竟我也是要赚钱的，要么续约，要么搬走。林左彪想了半天之后才开口：“我们回去考虑考虑。”行，还有1个星期的时间，考虑好了以后直接联系我。沈秘书，替我送林总。沈秘书送完人以后回来看着我笑笑，他出门还一脸不可思议，反复跟我确认你是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，是不是这栋大楼都有人，看样子被打击的不浅啊。还有那个陈斌一直都在外面等着见你，他见我干什么？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不过也没当回事。毕竟现阶段以工作为主，可没有想到的是，中午居然有人给我点了一份外卖。等我接到的时候，有些愣神，下一秒，陈斌就冲了出来：“圆圆，看看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点的轻食，你不是要减肥吗？这个最适合你了。”原来是你点的。陈斌一脸得意：“是啊，咱们2个谁跟谁呀？我帮你点1份外卖。你不用太感恩戴德。”我感恩你大爷吗？陈斌，你听不懂人话，离我远点，我恶心死了。转头对着沈秘书：“从今往后给我贴个牌子，陈斌与狗狗禁止入内。”他忍着笑点点头，答应下来。我顺手就把外卖扔给了陈斌：“下次记得写你自己公司的名字，再有一次我就报警告你骚扰。还有回去告诉你姐，要么续约，要么滚蛋。”陈斌顿时愣住了，连忙闯了进来，却被沈秘书拦住：“有监控哦！”陈斌不甘心，在门外大喊：“梁远，
你这么不留情面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都被人玩烂了。梁远，你看看我，我不嫌弃你，以后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你的公司我帮你打理。这人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，居然敢肖想你？梁总，我帮你打发了他。沈秘书撸起袖子，我笑了笑，让他去。没过一会儿功夫，对面就传来了歇斯底里的叫声。我冲过去看了一眼，就见陈斌倒在地上。我挑挑眉头，林太太冲了出来，指着我：“梁远，你别太过分。”我怎么了？林太太赶紧去看看你表弟怎么了，平白无故的走路都能摔倒，真是的。看着陈斌那一脸鼻青脸肿的样子，林太太怒不可遏，却没有办法。她想跟我叫嚣，已经被林佐彪给拖了回去。别骂了，一会梁总要来了。我一听不由蹙眉。梁总，沈秘书沉声道，他说过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撑撑场面。好吧，来就来吧，反正我确实需要他帮我撑场面，尤其是我签了这么多合同，让老梁帮我看看。等待老梁过来的时候，林佐彪他们兴奋不已，连忙下去迎接，而我也站在公司门口。林太太趾高气扬：“梁远，别以为你走了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，你还扬言要我破产。我告诉你，很快梁总就过来了，到时候我签了合同，你等着。”我耸耸肩，那我就继续涨房租，好爽，不用干活就能赚钱。林太太脸都绿了。此时电梯上来了，她立马扬起笑容：“今天我不跟你计较。”林佐彪屁颠颠地跟在老梁后面，林太太顿时扬起了笑容：“梁总您来了。”而我则吹个口哨，林太太顿时脸上闪过一丝厌恶。我敲了敲自己的公司大门：“梁总，欢迎梁总莅临公司指导。”你什么意思？梁总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别在这碰瓷好吗？林太太顿时怒了，而林佐彪也是，他对着老梁：“梁总，你不知道，现在的小年轻真是一点都不知羞耻。这丫头在我们公司做了点成绩，跟客户不清不楚的，被我们开了以后就放飞自我了，又是高尔夫，又是抢客户，实在是太不知廉耻。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家长能教出这样的孩子来。”我看着老梁，他的脸一阵青一阵红，我顿时笑了起来：“爸，人家问你到底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愿意说吗？”老梁轻咳一声，林佐彪愣住了：“你说什么？爸，不用我提醒你吧，我姓梁，我爸也姓梁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走过去，直接挽住了老梁的胳膊，对着他们：“现在我决定了，我不跟你们续约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给我滚蛋！”他的脸顿时绿了，随后才想起来什么，连忙过来对着我点头哈腰的：“对不起，梁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啊。”老梁不高兴：“别说了，我没教好女儿，带回家去慢慢教。不过我女儿说的没错，收拾东西赶紧滚蛋，别在这碍眼。”走到一半才想起来什么，转头对着林佐彪：“我来这里是看我闺女的，你们的什么合同？我也是看我闺女面子才愿意谈。现在既然她另立门户，我当然不会跟你们合作。”我看着他们笑了笑，踢到我算是踢到铁板了。林佐彪和林太太在后面脸色涨得通红，还想进来，却被拦在外面。他看着我的背影，捏紧了拳头。我就喜欢看他这副看不惯我，还干不掉我的样子。老梁进来以后，看看四周，连连点头。没想到你这样还不错。当然了，你帮我看看这几家合同行不行？行的话，我就立马打款了。看似让老梁帮我把关，实际上就是让他看看我的实力。公司开业1个星期，我把以前的老客户全部都抢过来了，大部分人都比较信服我这个人，
虽说有老梁在后面保驾护航，但我去谈单子，靠的还是自己。毕竟谁一开始也没想到用老梁冲锋陷阵，我是实打实跟他们谈判过的。老梁看一下我的战绩，竖起了大拇指。不得不说，你还是有些做生意的天分，这几样都不错，注意规避风险就好。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女儿。老梁，我没辜负你的期望，这个搞定以后，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单子，我会一一拿下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听见我这样说，老梁连连点头。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林佐彪打来的，他人在外面不敢进来，自然只能打电话。梁远，我们两个和好吧？你还能重新回到我们公司吗？来做顾问？不，销售总监。我一个月给你5万行不行？5万块钱。我一声嗤笑，他是真的急了，是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一个月就有5万块钱了。梁大小姐，求你了，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的公司就真的只有倒闭了。我知道他应该是跟吴总他们联系了，才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。吴总那边的单子我早就签下来了，人家看的是我梁元的面子，可不是他林佐彪的。我这个销冠帮他挣钱的时候，他看不上，把我排挤走了，才想到我的好。迟了，梁小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都是我不对，我跟你认错。今晚请你吃饭，让陈斌跪下来跟你道歉。还有我老婆也是，她不识相，我让她给你磕头怎么样？林佐彪是真的豁出去了，老婆小舅子都不要了，只可惜我没兴趣。不用了，咱们也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，你我心知肚明。说完我挂了电话，他顿时懵了。老梁在我这里转了一圈，出去的时候林佐彪还想讨好，被毫不犹豫拒绝。他的单子所剩无几，房租也催命一样，我给他涨到30万。林佐彪左右为难，1个星期以后他扛不住了。前期客户维护都是我来做的，有些小客户听说我跳槽自己单干，也选择了我。他的公司现在就是个空壳了，我让沈秘书通知他收拾东西腾空地方，毕竟房租不交，我是不可能让他免费使用的。林佐彪顿时气急败坏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带着人上门找事，以陈斌为首过来就要打砸。我早就让物业保安全部都集齐了，看见他过来的时候，我使了个眼色，沈秘书一脚就把陈斌踹一边去了，然后保安迅速过来将门紧紧堵住，把他们全部都拦在外面。剩下的人想要过来，看见这架势也都不动了。我笑了起来，林总想要来硬的，我奉陪到底。头顶有监控，我们是正当防卫哦。林佐彪涨红了脸，梁远，你这是要赶尽杀绝。我早说了，你开了我不给我赔偿，还让我把客户名单交出来，太无耻了。我只是反击，怎么就赶尽杀绝了？房租你不应该交吗？那我的客户呢？我不由得嗤笑。你的客户？我冷眼看着他，你记不记得我第1天到公司，你是什么情况？哼，10几个人的小作坊，第1单都是我拉回来的，第1个客户是我爸给我的，你怎么好意思说是你的客户？这几年都是我维护的，现在我走了，人家认同我跟我过来，只能说明你做人失败。他被我对得脸色铁青，还想上来。警察来了。林佐彪懵了，你报警，不然呢？跟你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对着警察，他们到期不续不交钱，还想打砸我的公司，这里有监控。警察来了以后，林佐彪怂了，我开出30万赔偿。林太太怒了，刚要跟我叫嚣，我指着他，你搞清楚，我不想和解，也不差这30万。他想到了，以我的实力，如果不愿意要赔偿，他们就真的只能蹲大牢了。于是顿时闭嘴不语。
林佐彪赔了我30万，带人搬走，只是公司的人似乎不想跟他走。梁总，你这儿还招人吗？梁总，我以前跟你干过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背叛你的。梁总，给个机会，我什么都能做。我的公司薪水比那边高，还有老梁在背后保驾护航，怎么看都有前途。不像林佐彪，已经蹦跶不起来了。他们自然不傻，前来找我帮忙的这几个人，以前都是我的同事，而且也挺有实力的。我想了想，反正公司正在招聘，与其从外面招，还不如找几个知根知底的。于是同意让他们先过去面试，剩下的人也要过来。但是我不是什么人都要的，那些在我走了之后肆意嘲笑我的人，我是不会搭理的。不过几个小时，林佐彪公司就空了一半，他已经没力气再折腾了。他知道我有这个实力，绝对能把他碾死。除了老梁的关系以外，我这边的实力也在逐渐增加，在业界小有名气，很快就跟老梁齐头并进。最后一次见到林佐彪的时候，是在一次宴会上，我就不信了。我把离职报告重新拿回来，好，我签，转告他们，3个月内整不死他们算我输。他临循声看去，就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林佐彪。他对着旁边的林太太面露嫌弃，只见林太太一身香槟色的礼服裙上已经沾满了红酒渍，狼狈不已。林佐彪怒了，还不快去收拾！他骂人的时候咬牙切齿，这才多久没见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原先红光满面的脸上现在憔悴不已，头发也多了些斑白的痕迹。至于林太太更是如此，老了好像得有10岁，脸上也有了皱纹。眼下见她如此，只能低着头唯唯诺诺地去了洗手间。我不禁轻笑，没用的男人，亏妻者百财不入。虽然林太太也不是什么好女人，但是能够在这个时候还跟着林佐彪，就说明她还是念旧的。林佐彪不领情，一抬头，他看见了我，连忙就要过来。只是那么多的大人物在这里，他又算得了什么？自从被我挤兑搬走了以后，听说基本上没有客户找他，他的公司岌岌可危。现在才不过1年的时间，林佐彪撑不下去了，来这里碰碰运气。只不过他的运气不太好，刚过来就被人拦住了。他隔着人群举杯，梁总，我敬你一杯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周围众人也都没当回事。林佐彪的嘴角抽搐着，只能仰头将杯中酒喝完了。他帮着林太太，为了陈斌把我开掉的时候，应该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反噬吧。不过这都过去了，未来的我还要继续前行。林佐彪跟不上脚步，迟早被淘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